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有网友在评论区说，希望我聊一聊性别话题，我接下来也想多做这方面的内容，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谈谈早恋。当然，其他的话题，比如马克思哲学什么的，也还会更新，请大家继续保持关注。早恋这个词是中国大陆对未成年人恋爱的贬义称呼，意思是过早的、不合时宜的恋爱。由于未成年人主要生活在学校，所以早恋大多数是发生在中学或小学的校园恋情。它也是一个相当中国特色的词。对早恋的限制也分为不同的层次，在中国的中小学，学生之间发生恋情，轻则引来老师的提醒、批评，告知家长，重则在全班或者全校通报批评，或者被开除。在这方面，中国的学校制定了五花八门的校规，让人感觉相当离谱。例如，河南省遂平县某中学要求男女分区就餐，禁止男女生在校园内结伴通行。此外，男女同学肢体接触或者男女生单独相处，也都会被视为谈恋爱，违反者要被扣分，扣够25分就会被勒令退学。还是在河南周口市的一所高中引发了男女生校园非正常接触处理办法，该办法对男女生交往限制得更加细致，例如未经班主任同意，男女生不得互相陪同去医务室输液、看病，男女生不得互相请客、发短信、传纸条、赠送礼物，否则要被通报批评，回家反省。男女生不能互相代买饭菜，不能在同一个碗里吃饭。同时，这些惩罚措施通常是配套连坐制度的，你的违规行为也会连带你所在的整个班级扣分。我在2022年的视频《中国的学校是如何破坏社交能力的》曾经讨论过连坐对学生的心理伤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观看。也有一些教师在早恋上的态度比较灵活，比如对成绩好的学生的早恋行为要稍微宽容一些，这相当于是把早恋当作一种特权奖励给学生了。在中国，还出现了利用人工智能和监控来管理校园的趋势，早恋也不能幸免。例如，这项名为一种判断学生亲密度数据处理方法及电子设备的发明专利，就声称可以准确地判断学生是否早恋。它通过对学生与异性学生接触时的影像和音频文件进行分析，尤其是对音频文件中的对话内容进行分析，从而计算该名学生的危险值。一旦触发了预警模块，则会生成信息直接发送给家长。在校园之外，政府对于早恋这一符号的限制也逐渐升级。例如2015年出台的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要求未成年人早恋不得出现在电视剧中。在2017年发布的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第4章节目内容审核标准中，也规定了早恋属于不良行为，并将早恋同抽烟酗酒、打架斗殴、滥用毒品等行为并列。2019年国家广电总局颁布的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其中的第2章第9条规定，未成年人节目不得含有肯定、赞许未成年人早恋的内容。由于官方对文化产业的限制，在国内上映的影视作品也都不得不按照标准进行自我审查。例如，中国大陆《家有儿女》是一部探讨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的情景喜剧，该剧明显借鉴了1985年播出的美国情景喜剧《成长的烦恼》，也号称是中国版的《成长的烦恼》。然而，美国版有大量未成年人恋爱的剧情，父母对孩子的约会是持鼓励态度的，并且不少情节都探讨了青少年在恋爱中常见的心理状态。而中国大陆的《家有儿女》则对早恋问题相当回避，偶尔有所涉及，也非常浅显粗糙，顶多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在中国大陆已经算是相当开明和进步的儿童剧。中国的影视作品在早恋问题上的保守可见一斑。当然，中国社会也并非都主张一味地消灭早恋，比如人民网的这篇学校禁止男女生单独接触交往，是校规还是笑料，就批评了那些禁止男女生单独接触的高中，并强调教育者别急着给学生们戴上早恋的帽子，给早恋贴上有毒的标签，别把所谓的早恋看成是洪水猛兽，
有很多所谓的早恋，其实仅仅是男女同学之间互相产生好感。因此，这篇文章进一步指出了解决办法。如果老师和家长处理得当，不那么大惊小怪，许多被早恋或许可以避免。研究表明，凡是师生关系好的班级，老师们能够深入了解学生心中的秘密、情感的波动，能够为学生进行更有针对性、更为人性化的情感指导和疏导，从而降低了早恋发生的几率。这看起来比那种粗暴的做法要开明一些，但仔细想想，这篇文章的意思其实还是主张要消灭早恋，只是反对用粗暴的方式来消灭而已。但对早恋的认知显然还是负面的，完全没有将恋爱视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而这应该是中国大陆主流舆论所能容许的最开明的态度了。这不仅与恋爱文化发达的西方国家无法相比，比起亚洲各个国家也要更加保守。在泰国电影《初恋那件小事》中，女主为了能和暗恋的学长在一起而努力提高自己，这里显然包含着一种恋爱使人变好的意思。而中国大陆的影视作品涉及到中学生恋爱，则最终的下场和结果往往都不会太好。改编自日本漫画的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原作漫画的故事背景发生在中学，而在引进到中国大陆后，故事背景就被换成了大学。中国大陆在引进的日本动漫《百变小樱》时，也删除了与主角感情相关的几集，并将男主我喜欢你的表白翻译成了我一直觉得你很好，同样是在刻意回避和淡化恋爱的成分。我们说，对未成年人的情感教育，仅仅不管和默许是远远不够的，它至少应该包含这样几个议题：怎样与喜欢的人相处，怎样学会尊重、妥协和理解对方。因为人的情感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与他人的社交和互动中逐渐学习的产物。与父母的这种亲密关系不同的是，恋爱对象往往是自己的同辈，是自己选择的。它是一个人与原生家庭分化，实现自我同一性和社会化的关键。可以说，一个人如果不能与原生家庭之外的人建立亲密关系，那么他的人格是不成熟和不独立的，他的心智化能力和情绪感知能力都是比较差的。比如中国的很多妈宝男就是这样，他们虽然生理年龄早已成年，而且表面上有自己的女朋友和妻子，但在内心深处仍然将母亲视为精神的中心，和母亲的身体感觉保持一种亲密无间的默契。他们在对待母亲上可能相当敏感细腻，但这并不等于他们会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因为这种敏感是无法迁移的。这与他们在未成年时期的情感发展受挫有很大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反对那种从早恋也可以提高成绩的角度来赞成早恋的说法，这仍然是将恋爱视为一种工具，是相当本末倒置的说法。在我看来，对一个人的人生而言，情感能力本应是比应试教育下的成绩要重要的多的东西。当你走出校门后，成绩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但一个人在未成年时期由于情感发展受挫所带来的心理阴影，会导致他成年后亲密关系的残缺，而这往往是很多年都无法修复和弥补的。情感教育当然也应该包括对危险的识别，在这方面，同样在升学主义下的台湾要比中国大陆做得更好。台北复兴高中校长刘桂光曾开设爱情课，与学生们讨论怎样识别恐怖情人。刘要求学生们列出自己在恋爱关系中绝对不能接受的事项，例如暴力对待、言语羞辱、经常暴怒或者威胁自己等等。一旦喜欢的对象身上出现这些行为，其他条件再好也要否决。这其实指向了恋爱关系中的边界和底线的问题。在中国，不论是原生家庭还是社会，对个人的自尊和边界都不够尊重，这经常会扭曲中国人对爱的理解，并导致一种畸形的虐恋关系。我自己就见过不少这样的案例，两个对亲密关系都不够自信的人，往往更容易互相吸引，并分化成操纵和被操纵的关系。一方习惯于讨好、付出、自我牺牲、受虐，另一方习惯于命令、控制和施虐，且双方还经常互相离不开彼此，美其名曰相爱相杀。其实这都是对爱和情感有严重的误解。
在这方面，中国学校和社会对早恋的压制和歪曲应当负很大责任。那么，中国社会为什么如此敌视未成年人的恋爱呢？我想，这主要是培养一种依赖型的人格。很多人会把人格独立理解为人要孤独或者独处，其实这是相当错误的看法。人格独立的真正含义应当是能够与他人自由的连接及结社的能力，因为人只有在关系中才能看见自己，发展自己。那种人与人之间无法形成组织，无法连接，彼此如原子一样孤独且冷漠的群众，反而是充满依赖性的。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一种结构。商君书里就讲到，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意思就是说，摧毁人民的信心和自我认同，人民才能看重官府的爵位和赏赐。只有让普通人感到没有自尊，才会觉得当官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斩断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纽带，人们就只能从官府这里获得资源。秦制王朝自古以来都敌视商业和商人，也是因为人民如果只靠贸易就能自救，就必然会轻视政府的力量。中国的学校也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等级森严的小社会。对学生而言，核心的生活指标就是成绩，它决定了校园内部核心资源的分配，而这个分配权完全掌握在教育系统手中。学校里的核心资源就是心理资源，也就是人的价值感。很多学校都会根据学生成绩的高低分出重点班和普通班，在一个班级内部，也经常根据排名决定你的座位。每次考试的结果是所有人都可见的。在这种体制下，每个学生都会感到孤独和焦虑，因为每个人都感到其他人是自己潜在的竞争对象，彼此之间也很难产生共情，因为学生的情感受自己成绩的影响很大，而每个学生的成绩起伏又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在焦虑和孤独的催化下，学生们很容易就想到，只有让自己跻身于更高的名次，才能够有人看见自己，尊重自己。这个时候，尽管学生没有意识到，但他事实上对学校意识形态起到了巩固和再生产的作用。他认为，在学校秩序内部取得更高的位次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两个学生之间本来就可以直接的交往，并通过交往产生认同和好感，但在学校意识形态之下，这种交往和认同必须通过学校的许可证书，也就是极好的成绩才能实现。学校和家长常常强调，你只有获得了好成绩，才能在将来有好的伴侣，而为了实现这个长期目标，当下就必须选择忍耐。学校阻碍了每一个人和他者的直接接触。然而，早恋可以让两个学生互相之间就产生强大的吸引力，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而不需要以学校的权力为中介，这就有使得学校的中心权威瓦解的风险。自由贸易往往可以摧毁一个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挑战既定的社会秩序。比如，在近代西欧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崛起就冲垮了封建关系。因为贸易可以增进彼此的收益，也可以使弱势群体感到自己的价值。大卫·李嘉图提出过比较优势理论，说的就是在贸易中，弱势者相比强者也可以有一种比较优势，这可以避免在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有权者对弱势者形成强者通吃的局面。比如你具有某种身体缺陷，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这种缺陷完全可以成为另一种维度的优势。例如，它能帮助你理解类似处境的人的心理，你可以成立一个公益组织的发起者。早恋类似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黑市，计划经济常常制造匮乏性的人格，而黑市则通过交易对这种匮乏起到了缓冲作用。中国社会对早恋的抑制，制造了一大批智力和情感能力极不对称的人，他们虽然有着成人的身体和较高的智力，但在情感上却可能非常幼稚和原始，习惯用技术主义、赢家通吃的做题思维来理解情感，比如经常就提出达到多少收入就能配得上某某人之类的问题。中国式相亲就是这种无精神性的思维的产物。同时，这样的人也容易滋生自恋狂的幻想，认为自己一旦成为某种神圣事物的一部分，
不需要动一根手指头，理想化的对象就会主动过来满足自己的一切需求，自己只需要躺着享受。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的学校与中国的职场和社会完全是同构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和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